在《权力的游戏》中，有一个角色几乎不谈理想，不谈家族，不谈使命。他不向任何人宣誓，不做任何牺牲，甚至他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他不会为了那个铁王座而死，也不会为了所谓的正义而死。他从第一季活到了最后一季，并且越活越好，堪称人生赢家。这个人就是波隆。他不是骑士，不是贵族，不是英雄，他不在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他只在乎这件事值不值得我冒这个险，还有我能挣多少钱。这一集让我们放下那些高高在上的正义、忠诚还有誓言，让我们问一个扎心的问题：当一个人拒绝意义，拒绝忠诚，拒绝牺牲，他是真的冷血，还是比所有的人都更清醒？如果你仔细观察波隆，你会发现一件很反直觉的事，他几乎没有心理创伤叙事，至少在电视剧的故事当中，一个字都没有提及。他没有被父亲羞辱的童年，没有家族荣耀的重担，没有血统的焦虑，也没有对命运和野心的执念。他像是一个很早就明白世界规则的人。波隆的人生逻辑非常简单，几乎可以总结为3句话：风险和回报必须对等，我不会为抽象的价值去送命，以及忠诚不是天赋，而是可以协商的条件。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波隆他既不是犬儒，也不是冷血，他是一个高度完成了现实整合的人。换句话说，他从来都没有幻想过这个世界会以某种形式特别善待他。在全游的世界里，大多数人都活在某一种宏大叙事里。琼恩为责任而活，史坦尼斯为正统而活，丹尼利斯为理想而活，泰温为家族秩序而活。而波隆是那个拒绝进入任何叙事的人。别人谈荣誉，他会问：那我能活下来吗？别人谈忠诚，他会问：如果我死了，这忠诚又有什么用？这在心理学以及哲学上其实非常接近存在主义的拒绝虚假崇高。真正的反抗是拒绝为虚假的意义而做出无谓的牺牲。波隆正是这种人格的化身。当电视剧进行到小恶魔在君临城受了审判，即将面临在比武审判上迎战魔山的时候，当他满心以为自己还能够把希望寄托在波隆身上的时候，波隆却实实在在地告诉小恶魔，自己现在已经挣下了家业和姑娘，面对魔山并不是完全没有赢面，但那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这一幕，许多观众都只看到了波隆和小恶魔相互之间给对方留下了足够的体面，但却很少意识到这一幕也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波隆身上的那种真实感。而提到波隆和提利昂的关系，非常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我想你会有一种朦胧的感觉，波隆和提利昂之间似乎并不是普通的友情，但好像又超越了友情。他们看似是主顾关系，但确实看起来能够平等交流。他们的出身差距巨大，但好像两人之间也并不是某种依附关系。波隆和提利昂更像是一种边界极其清晰的功能性联盟，那是两个心理边界十分明确的成熟的成年人之间在进行沟通和交流。波隆在电视剧的第1季中就早早的登场，许多观众甚至都想不起来波隆的第一个镜头是出现在哪里。当提利昂从绝境之墙南下返回君临城的时候，途中和手下将士们经过一个路边的小酒馆，
当时酒馆里坐满了人，凯特琳也带着手下们集结在这个酒馆里。毫不知情的提利昂就这样大摇大摆走进酒馆，在得知酒馆已经没有多余的房间可以住宿之后，他向在座的众人提出，如果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那他就会给他足够的钱财。在座的人没有人吱声，大家看起来似乎都不太喜欢兰尼斯特家的这种高高在上的做派，而只有一个雇佣兵说提利昂可以住他的房间。提利昂当场丢给他一个银币，而这个人就是波隆。在这一幕里，提利昂一开始就公开了自己的兰尼斯特身份，其他人也断然不会怀疑，因为兰尼斯特家里有一个身材矮小的侏儒，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而队伍里的身穿兰尼斯特家族盔甲的士兵又着实惹眼。当提利昂亮出手里的银币时，波隆就开始了他的算盘。波隆是一个雇佣兵，出身低微，过着在刀尖上行走的日子，可以说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仅仅只是放弃一间房间而已，但却有可能得到1枚银币。这个赌局对波隆来说太划算了。当提利昂当场给了他兑现之后，波隆就知道自己翻身的机会来了，眼前的这个兰尼斯特可以期许。提利昂给波隆金钱、机会和名门贵族带来的安全感，波隆给提利昂提供武力、护卫、忠诚和陪伴。有趣的是，凯特琳当场发动了酒馆里所有图利家族的封臣们，拔出宝剑来，把提利昂团团围住。而此时镜头拉远，波隆却仍然坐在他那张木桌上，缓缓拿起了自己的酒杯。在那之后，凯特琳押送着提利昂前往鹰巢城的时候，波隆也跟随在队伍里。当众人在路途上稍作休息的时候，提利昂也发现了波隆。当他对着凯特琳说自己的父亲可能会为了救他而开出高昂的赎金，因为兰尼斯特有债必偿的时候，他递给了波隆一个眼神。而此刻的波隆一边坐在边上磨着自己的剑，一边若有所思地听着提利昂说话，并且也看向了提利昂。我们有理由相信，波隆加入押送的队伍一定是有他的想法，而提利昂给波隆的眼神也一定包含有他的目的。只可惜两个人心里的算盘被突如其来的强盗打破。有趣的是，当他们战胜这伙强盗之后，波隆第一次与提利昂搭话，第一句话就是你需要一个女人，打完仗来个女人最好不过了。而当他们遭遇到谷地的骑兵的时候，波隆半开玩笑地对提利昂说，给我10几条好汉，我就能干翻这个鹰巢城的女人。这时提利昂给他的回答是，我喜欢你这个人。波隆的真实赢得了提利昂的认可，同时这也是我们喜欢这个人物的最大的原因。心理学上，这是一种低投射、高边界。也正是因为如此，波隆从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背叛过谁，但也从来都没有假装过自己是谁。从那之后，你会发现波隆的每一次出场都伴随着他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对得失的精准评估。就在鹰巢城里，提利昂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比武审判，波隆安静地站在围观的人群当中，毫不起眼。当时鹰巢城主莱莎夫人的代理骑士们，有的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而年轻一些的几乎全都身披甲胄，全副武装。这样的装束在大规模正面对抗的战场上当然有优势，但眼下却是在室内，鹰巢城的大厅根本就谈不上宽敞，而此时此刻又围满了人，并且场地中央的月门已经打开。这一切，身为一个身经百战的雇佣兵，波隆自然是早早的就看在眼里。
我们可以相信，当他决定站出来替提利昂一战的时候，他已经全面考虑过了自己的得失。他对赢得这场战斗有充分的信心，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波隆在战前断然拒绝了别人递给他的盾牌，因为拿着它太过于迟钝。而战斗中，波隆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灵巧的优势，在围观人群中以及鹰巢大厅的楼梯上闪转腾挪，以灵活的身姿应对手持盾牌、身披坚甲的骑士，最终取得了胜利。之后不久，波隆又在绿叉河之战中从战场上捡回了晕倒的提利昂，而在君临城保卫战发生之前，是波隆根据自己过往的经验提出，不能用投石机向史坦尼斯投掷鬼火，那样做的话，鬼火只会在一团乱的战场里在城里爆炸，反而会毁掉君临城。在那之后，又是他凭借自己精准的射箭技巧毁灭了史坦尼斯大部分的战船。然后就发生了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场所提到过的，波隆拒绝替提利昂迎战魔山。这是这个角色第一次把自己的真实明明白白地端出来，摆在观众们的面前。而波隆第二次呈现出他的真实感，是在同詹姆一起面对龙妈和他的多斯拉克骑兵军团的时候。詹姆的步兵军团被巨龙的怒火瞬间吞没，幸存下来的人又被多斯拉克骑兵彻底击溃。波隆凭借自己过人的胆识，用巨大的弩车正面迎击巨龙，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杀死那条龙，他只是受了伤。波隆意识到人类根本不可能对抗这样的生物，但他也惊讶地看到詹姆正骑在他的战马上，朝受伤了的巨龙以及龙妈发起冲锋。危急关头，波隆一把救下了詹姆，并带他离开了这个战场。这一次就像之前拒绝挑战魔山一样，很少会有观众觉得波隆是胆怯，是在逃跑，因为大家都认可波隆的选择。无论是魔山还是巨龙，这样一个根本毫无悬念又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危险选择，不值得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押注上去。有的观众会说，波隆没有底线，没有原则，只想着钱。但你有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一种让人不安的真实感，因为他活成了我们很多人不敢承认的样子。他不会为了雇主而牺牲自己，他不想为了一段关系而耗尽自己，他不会为了所谓的正确去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我们从小被教导要有使命感，要讲奉献，要承担责任，可当下的现实生活里，有太多人正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崩溃，正是因为我们承担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代价。波隆替我们说出了那句不被允许说出口的话：如果结局是死，那这一切的意义又在哪里？波隆并不是一个毫无价值观的角色，他只是拒绝把价值变成殉道的工具。他精准地评估了提利昂的2次比武审判，也明确地知道凡人与巨龙之间悬殊的战斗力。君临城发生暴乱的时候，波隆参与了维持秩序的工作。夜王入侵绝境之墙的时候，他并没有投身这场几乎毫无胜算的战斗，但他却愿意跟随詹姆奔赴马泰尔家族解救瑟西的女儿。波隆的边界感和现实感非常的明确，他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在哪里，他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自己做不到的。他的价值观非常清楚，我活着，我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我为选择承担相应的结果，无论这个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这在心理学上反而是一种高度成熟的自我负责状态。他不需要别人为他的人生背书，也不需要死后被歌颂，
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剧集的最后，当瑟西要求波隆去杀死提利昂的时候，波隆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只是提着那只十字弩，再一次与詹姆和提利昂展开了谈判。这像极了现实生活中商谈合同的人，他早就看清了瑟西的为人，也预料到了他的下场。他并不想违抗自己的本能，去为了效忠女王而做出可能会让他后悔的选择。事实证明，这一次波隆又选对了。他的真实把他推向了人生的巅峰。他由一个出身卑微的雇佣兵变成了高庭领主、君临城御前会议成员以及君临城财政大臣。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波隆赢了。他活着，有权、有地位、有资源。电视剧的末尾，围坐在御前会议桌周围的角色，全都是与波隆一样能够接纳真实自己的人物。但换个角度来看，波隆的结局其实留给我们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当我们拒绝了所有的意义，我们是否也同时拒绝了更深层的某种与世界的连结？权力的游戏里，有人为意义而死，有人为责任而死，有人为理想而死，而波隆选择为自己而活。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波隆对不对，而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清楚地看清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也许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想成为英雄的自己和一个更像波隆的自己，而成熟并不是选对哪一边，而是清楚地知道你正在为谁付出怎样的代价。感谢收看今天的心理镜头。这个系列的视频每周5晚在 YouTube 首播播出，次日晚上在 B 站同步发布。如果你也喜欢波隆这个角色，请为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也在 B 站上收看这期视频，请为我一键3连。你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如果你也正在为现实生活里和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所烦恼，如果你也想像波隆一样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与别人的心理边界在哪里，那么我会很推荐你查看视频下方描述栏以及置顶评论中的在线心理课程。这是一门能够让你慢慢察觉到自己的内心，并开始学会如何与人相处的课程。只要点击链接就可以立刻免费试听。如果你有任何的看法或意见，或是你希望听到其他的一些个别的内容，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 Your sister offered me Riverrun. Nice big castle, good lands, plenty of peasants who do what they're told. You trust Cersei? I knew your sister was dead the second I saw those dragons. Now, your army may be torn to shit, but I'd still bet on your dragon queen to win. And it just so happens I'm a betting man. If Cersei's dead, she can't pay up. That's good. Of course, the odds change if the Dragon Queen's hand turns up dead. Maybe a few of her top generals get picked off one by one, all of a sudden. May I speak? Why not? Only death will shut you up. We made a deal long ago, do you remember? If anyone offered me money to kill you, you'd pay me double. What's double Riverrun? Highgarden.